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买，谁用谁知道呀。哎，没办法，反正我就这样的一个人吧。对，伪学霸。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必须跟大家再晒一个东西，就是哒哒 ，sehr gut， 看到没有？哈哈哈，看到没有 ？sehr gut。今天呢，我会分为5个模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B2 的备考。第一个模块就是关于备考资料、备考费用以及备考时间的一个基本状况的介绍。然后第2个模块是题型的细讲解，然后第3个模块是备考的建议，这方面会涉及到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考试过程当中的一些软技巧的使用和积累。然后第4个模块就是我个人的成绩的解析，然后最后一个模块就是我个人在备考当中的一个感受，以及考试之后的那个感受。OK， 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这5个模块的分享吧。资料的话，其实我这一次破天荒买了非常多的资料，一个 B+ Grammatik Active， dann 这个 B2 到 C1 的，然后还有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然后还有这2本是新买的，巨贵，好像每一本10几欧、20几欧吧。然后这一本是我买的2手的。Anyway，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价格，这个不是很重要了。我只做了这个 B+ 这一本是语法的，学习语法过程，而且我这一本还没有做完。然后这本是崭新的，完全没有动过。当时可能特别有野心，觉得自己想要备考到 C1，就一口气买了很多的那个语法书。这个我完全虽然有，但是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不知道这本到底好不好。这个我是做了的，就是借过来之后，因为它里面涉及到 B2 的那个语法嘛，它会把每一个语法点就是有一个总结，其中有一些语法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备考 B1 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我哪一个语法是不懂的，但是备考 B2 的时候我会发现 What the hell? What are this? 总结起来的话是非常建议大家去买一本就是 B2 的那个模拟考试的，以及这一本就是Übung Test， 如果你有更多的那个精力的话，就把这个做完。如果你是要自学那些语法的话，你可以再去买一本语法书，就是这个是基于你自己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安排。备考的费用是175欧，备考的时间的话，我个人是用了3个月，其中有1个月基本上是在啃语法 B1 到 B2 的一个语法，然后用1个月比较着重的去练习了写作和口语的考试，最后1个月是用来单纯的做题以及复盘，就基本上没干别的，就专门去训练自己对于 B2 这一个 level 的一个应试能力。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题型分析。那第一个大的部分当然就是阅读。第一题就是它会给你很多个这种就是类似于标题选择，你要给这个每个模块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标题。第2道题其实就是非常标准的我们国内做的阅读题了，一共是5题，就是细节的把握。第3道题是信息的对应，就是信息匹配题吧，我觉得是，因为它是每一个给了一个类似于广告啊，或者是需求的一个表达，然后让你去找对应的是到底是哪一个人需要这个语法。其实它这里就是会有很多，就是像我们国内的完形填空一个样了。完形填空不是陪伴着我们长大吗？通常是一封信。第2个部分是涉及到词汇量，就不仅仅是硬词汇，它也会涉及到一些介词的使用。第3个部分是听力，然后听力其实对应的就是阅读的3个部分都有。你看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Global Verstehen und Details Verstehen， 它其实就是把你要读的部分变成了听力。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写作里面一共有2个题型，一个是阅读一个段落之后，然后去写一封信，寻求更多的信息，就是 Bitte um mehr Informationen。 第2个题型就是你要去投诉，这个题型通常会涉及到，就是比如说你去买了某个产品或者某项服务，但是却没有得到对方承诺的服务或者产品的质量，那你就可以对应的去写出很多的那个投诉点，然后把这些投诉点就是写给某一个人啊。这个会有2个形式，要么就是写信，要么就是写那个 email 啊。它们有2个格式，所以这2个格式你需要去把它弄清楚。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婷子的频道的话，婷子的频道是分享关于跨国婚姻啊、育儿趣事啊，然后欧洲人文啊，当然这当中包括了一些比如说驾照啊，或者是德语备考的这样一些经验分享。然后同时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家庭理财的经验和技巧，所以感兴趣的同学和小伙伴们请点赞然后关注，谢谢。我非常建议
接下来我对于软实力或者软技巧的分享这一部分，希望大家是在做完1-2套模拟试题之后再返回来看这个视频，你可能会更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就是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首先呢，阅读的第一大题，这个标题去选择的时候，先把有可能是成为那个关键词的标题先标出来，然后增加这个就是正确率，避免你因为在读着读着就忘记掉了另外一个更优选择。把这里的关键词分类，然后再把这上面的关键词提取出来之后去对应，然后最后面如果你有时间去寻找的话，可以再去做一次 double 的 check， 因为有可能有时候它会设置比较高级的陷阱，但是很少遇到。这个是每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或者产品或者信息，你一定要去找到细节。那个关键词直接引导的都是它的类选项，而不是它的正确选项。这一道题型一定要小心。下面的完形填空里面的第二部分对于词汇的考核，为什么说第二部分比较难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选项所有的都是大写的，然后对于我们就是阅读的一个习惯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习惯去阅读大写，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不知道在观看视频的小伙伴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所有的词都变得好陌生。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要去把他们的那个词性给归纳出来。你在阅读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发现阅读第一遍其实你不太懂他在说什么，反正我自己就也许是因为我太菜了。那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是每次都会遇到困难，第一遍是完全get 不到它的具体内容的，只能可能有个大概的印象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建议你第一遍非常快速的去通读一遍，但是不要去强求自己理解每一句的意思，因为它的那个句型都非常复杂，然后也不要去强求自己第一遍就能够找到哪一个词是正确的。如果是有非常明显的那种答案，你当然可以写出来。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呢，会去判断，比如说每一个空它到底这个应该去填哪一个词性，到底是填名词、连接词、副词还是等等。做每一套那个题目这一个部分，我丢分都非常非常严重，直到最后一个星期我才发现，反正我都已经很多题这个词，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这边考到的词汇都明白它的意思，那我就只能是看一下用什么办法来减少这个错误率。如果你在做完4-5套题目之后，你仍然觉得这一个部分你实在没有办法拿高分，我觉得就是放过自己吧。放过自己吧。看准目标再去行动吧。听力题所有的题目都是判断题，然后只不过听力的内容它有时候是一个就是场景的应用，有时候是那个个人的对话或者采访。听力一定要去不停的反复练习，你可以哪怕同样的题目不停的去听到你认为每次你都能够听到新的细节的时候，这就表示你在进步。同时听力也可以帮你去提高语感。听力它的分值非常的高，然后丢分又很容易，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多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来备考。我个人是在最后1个月狂听，但我一共听的内容也就是那几套模拟题，可能3套到4套吧，多听，重复听。写作题刚刚说到这个有2个大的题型，我个人在备考的时候其实就选择了 Beschwerden 获取更多的信息。这一个我没有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场景应用太多了，去投诉的话你就可以把模板弄得非常具体化，只需要把主题词给换了就已经就是基本上考前我就已经有这篇了，我只需要把关键词给换一换，然后把那个语法稍微调整一下，我就已经有我的那篇文章了。所以这个部分Beschwerden 如果你也是选择这个题型的话，我可以给你我备考的模板，因为我的模板是把很多篇范文他们的那个主题句型给提炼出来，然后并且我选择了就是适合我这个 level， 然后我又觉得它的表达没有那么大街化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总结成我自己的以后我要写的这一篇，就基本上我可能80%真的就是在考前我已经有了。如果你要准备这个mehr information 呢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换汤不换药嘛。总结起来就是把很多的范文你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提炼出来你想用的句型，基本上就包括格式所有的写一篇完整的出来，只留下那个关键词的部分，而且一定要记得你自己这个句型要怎么样去变换成你需要的对应的这个语法的时候，一定要是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状态。你当然如果有很多精力，你也可以2个一块儿来备考，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呢？反正它一定是这2个2选1的。然后在做那个投诉题的时候，它是会描述一种服务或者广告等等，然后就说你遇到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再给你那个题干，就是说有这么几点你想要去投诉的，那他可能列了3点，他说你要去说其中的2点，并且就是再去提到1点你自己的。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他给了3点，你能够表达全部这3点的话，就把这3点全部表达出去，因为其中可能会遇到你2点当中有1点没有写好，或者是有语法错误，等等，或者是有点偏离主题，那你就可以用第3点来弥补。所以说这个部分的分你是一定可以拿到的，或者说你写2个错1个，跟你写3个错了1个，你拿到的分肯定是写3个错1个比你写2个错1个的分数要高很多。也许他甚至不扣你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评分是怎么评的，但至少你其中的2点都提到并且完整的表达好了的话，他为什么要扣你分呢？这个很重要，然后也很实用，谁用谁知道呀。接下来是口语考试的软技巧的备考。首先呢，去看 B1 的那个上面我给出来的一些建议，如果上面已经说了的，我就不会在这个视频里面重复。那我需要再提到的一个是口语的第一个部分，是关于你个人经验的一个分享。那这个部分它会给你一个提纲，就上面比如说要你分享一次你的旅游，分享一次你阅读的书籍，或者是你看的电视剧等等。那个清单上面的题目基本上就是你回头考试的那个题目了。那你只需要把就是你想要选择的那一个分享经验给写出来，然后把它背到滚瓜烂熟。但是同时不能够很明显感觉到是你是在背的，你还是要有那种交流感。然后我给大家这里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选择话题的时候，你可以去讲一本书，也可以去讲一个旅游。但假如说你选择了讲旅游，比如说那你到底是讲你在德国的旅游，还是在韩国的旅游会让考官更加感兴趣呢？你在德国考试，肯定他们对于德国的人文是很了解的。但如果你是讲韩国的或者讲中国的一些人文风情的话，那可能就可以很极大的刺激他们的兴趣。如果他们的兴趣被刺激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关注你的错误或者你的流利程度等等，状态表达出来的一种交流感就是真正的在交流在分享，那种感觉其实很加分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因为这也是我在备考当中就是突然想起来，因为我当时就在想，我要去分享德国的一个或者是奥地利的一个滑雪经验，还是说我要去分享我去韩国的一次经验。那很明显我在现场是选择了韩国的，我是临时决定的。在聊的时候，考官就是很明显感觉特别多的问题，而且他掉进的问题都是只有我知道标准答案的，对不对？他们可能不是干了这么一天，他们可能干了好多年了，所以说一定要去给他们一点点新鲜感，想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考试的当天呢，也许会有一些提前出来的小伙伴们，他们会跟你们分享，或者说你会问他们说我们后面的那个gemeinsam etwas planen 或者 Diskussion 这2个话题的它的一个题目，问完之后其实有可能对你来说是不适用的，因为你在考试过程当中，考官是不会每次都问每一个考生同样的话题，他们会去 develop，甚至是根据你个人之前分享的经验去临时的改变口语的题目。就是分享是必要的，就是你要有2手准备，一手是如果考官问的真的是前面的人跟你分享过的这个题目的话，当然好，因为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你想要说什么，你甚至可以提前去跟现场的一些别的口语 partner 去询问哪些词词性，甚至去查一查等等，这些都是好的部分。但是一定要准备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性，就是考官他不会按照之前就一直考下来的这样子的题目去问。功夫还是要用在平时吧，就是你在面对每一个题目的时候，或者交流的那种感觉，如果你的能力达到了，你就不怕他问任何的问题了。但如果不行的话，至少要保证就是你是在很真诚的跟他交流。另外呢，还是要提到的一点就是笔试题你需要去考到及格，然后口语题也考到及格，并且总分达到180分以上才叫及格。这个是我在 B1 的那个视频里面没有提到的，但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你不能够太偏分，比如说笔试题特别高分，但是口语就拿个20-30分，这样也是没有通过的。在备考的时候，你的精力和时间的分配。分享完软技巧之后呢，我们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成绩的一个分享。首先呢，我在阅读的时候是错了一个那个小的选项的，完形填空跟大家说的，我是拿了24分，一共满分是30分，所以就是错了3题到4题，然后听力居然只错了一个小题，这就是我没有想到的啊！总分是277分。备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完形填空这部分的期待完全没有这么高，但是因为那个软技巧的使用，所以最终拿到了只扣6分的这么样一个成绩，就是非常非常的意外的。听力和阅读两个都错的比较少，我发现听力的时候，我其实在做平时的模拟题的时候，其实错蛮多的。那为什么考试的时候错那么少？我给我个人总结是，在听力的时候一定要很集中，而且很直接，就是你不要去想太多，你听到的那个感觉它是错的，那它就是错的。其实语感很重要，如果你已经做了非常多题的话，你要去相信自己的语感。但是前提是你已经做了很多题目。我很想说的是那个口语考试这一部分，我个人的经验是，所有的考官其实对考试成员都是非常 nice 的，就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的扣你的分，所以放轻松的去考口语。最后一个板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备考当中的一个感受和考试当中的感受。去年10月份的时候确定想要考的时候，是报考了12月份，一共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备考。那学习语法是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后来学习大概5个星期左右，发现真的没有办法完成，没有想到 B2 比 B1、B1 就是难这么多，只能直接跳到应试考试，这是我不是很推荐的。可是呢，我又是很要面子的人，弄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吧，就准备好你整个一个的备考的方案，然后按照你的这个方案去往前走，看清了目标往前进，我觉得就是好样的。哎，没办法，反正我就这样的一个人吧，对，伪学霸。好了，那今天就大概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谢谢你们陪伴我每一次。既然你已经坚持看到了现在，那么就点个赞走吧。如果你人非常好的话，不如就订阅我的频道吧。